小李子，朕命你对柳含香知无不言，以洗刷朕杀害以丹格格之罪名。走。你说，你叫含香是吧？啊，是。请问你是？我就是小李子。小李子，你就是21年前失踪的那个小李子。嗯。可是，你不是公公吗？怎么会？哦，你说这胡子呀？嗯。这是假的。我隐姓埋名在这住了10多年，习惯贴着假胡子伪装了。可是，当年你离奇失踪，又怎么会在此地落脚呢？这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将军，还是你来交代吧。当年皇上得知其他3名公公同时意外身亡，就连小李子也突然失踪之后，皇上对这件事情相当质疑，所以便下密令调查净室房，并全力通缉失踪的小李子。后来，小李子被我给逮到，我将他送到皇上面前接受讯问，小李子才供出当晚是李子和，也就是后来的宣妃拿钱收买了安和顺，要他们4人抬轿。事后，安总管又奉李贵人之命，想要杀这4人灭口。当时，皇上为了不让这件丑事曝光，所以决定先不声张。跪下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！小李子，你老老实实的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朕交代清楚，否则，朕会要了你的脑袋。皇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皇上，说，皇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，宣妃给了我50两银子，叫我们4个太监到了晚上，把她抬到皇上的寝宫。岂有此理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！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，皇上，这一切都是宣妃一个人安排的。她买通了安总管，安排我们那天晚上把轿子抬到养心殿，说皇上喝醉了酒，根本不记得是否翻过牌，自己就能假装侍奉过皇上，顺利当上嫔妃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李公公，那么李贵人命你们在平南王告老宴席抬轿的那天晚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时我们几个奴才奉命抬轿到养心殿，当时并不知道轿子里坐的就是以丹格格。安总管，皇上已经回宫了。皇上回宫了，王公公怎么没派人来通知啊？王公公说皇上想休息，所以就不用麻烦净室房了。好吧。刚才我吩咐你的事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一定小心去办。去吧。李贵人，咱们走吧。李贵人，那奴才们先告退了。哎，走。后来格格怀孕的消息传了出来，才知道自己被安总管给利用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皇上便让我们将功赎过，弥补之前的罪孽，所以我便到了普寿寺旁的另一座庙宇剃度出家，好去照顾以丹格格。同时，皇上还派了4名侍卫也跟着我一块儿出家，以便暗中保护格格。那，既然皇上安排了这么多人在以丹格格的身边，又为什么最后格格还是遇害了？唉，我还记得，格格即将临盆的那天早上，那天整座普寿寺都为了格格即将临盆一事忙作一团。可没想到，以丹格格阵痛了3个时辰，却始终未能分娩。格格难受痛苦，其他人也跟着担忧。
最后住持领着众人诵经，替格格祈福。而我为了补过，也用黑檀木刻了一尊观音交给青儿，要他拿给以丹格格，以保佑孩子顺产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青儿，把这个交给以丹格格，这座观音会保佑她的。谢谢你。现在格格还没有分娩，我必须马上回去。那你快去吧。不久之后，空中突然飘来一股奇怪的味道，相当刺鼻，叫人闻了发晕。其中一名侍卫认出那是猛火油的味道。我等一行人怕格格发生意外，决定立刻前去尼姑庵保护格格。没想到，我们几个赶到普寿寺的时候，那里竟是一片火海。当我发现躺在地上的以丹格格，她已经是奄奄一息，手中还紧紧抱着一个婴儿。我上前查看，竟觉孩子已经断了气。但奇怪的是，四处都没有看到青儿的人影。此时格格回光返照，她突然抓着我，慌张地要我去救青儿，去救她的女儿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以丹格格生了龙凤胎。我答应格格后，正要追出普寿寺，却窜出了几名黑衣人，其中一名还戴着面具。他们杀光了所有的侍卫，而一名侍卫临死之前压住了我，我被撞晕了过去。因此才逃过了一劫。这下你该相信皇上是清白的了吧？要真是皇上杀害以丹格格，又何必派这么多人就近保护以丹格格呢？是啊，萨将军说的是。那么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没有了，谢谢你，李公公。对了，韩江，今天在忠义村看到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守口如瓶，绝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对了，萨尔宽将军，韩香还有件事情想请教你。什么事？猛火油的气味儿，闻起来像什么呀？阿玛已经失踪1天1夜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泰儿，不如额娘跟你再去找找吧。额娘，这附近几里赵总管都已经派人找过了，更何况夜已经深了，不如明早我就奏请皇上，请皇上派人帮忙寻找阿玛。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还没睡啊？哥哥，阿玛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跟额娘都快担心死了。没事，我跟几个西域来的商人多喝了几杯，今天又到处游玩，所以弄到现在才回来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咱们多虑了。阿玛，你身上怎么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啊？这就是猛火油了，来自西域，容易引燃，却很难扑灭，常用在军事与战场上，可算是作战的利器。这味道真的很熟悉啊！这猛火油的味道与那天我被关在柴房时所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。看来那个黑衣人肯定就是当年害死我娘的凶手。可能我在街上不知碰到了什么东西，才染上了这股气味。你们去休息吧。哥哥，我在这里等了你1天了，我想告诉你，明日我就要回去了。萨尔宽将军，谢谢您今天告诉我这么多事情，真麻烦您了。
不必客气。那要是没什么事了，咱们就在此告别吧。那好吧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还得赶回去向皇上汇报今天的情况呢。好，那韩香就先走一步了，告辞。不送。你说什么？葛太子生母是一名尼姑？你确定你没有听错吗？回太子妃娘娘，奴婢是亲耳听见葛太背了换得名师太为额娘，这事错不了。竟然有这种事！太子妃娘娘，那么关于这件事，您有什么事下？既然这件事太子也知道，那这事儿就让他们去处理好。我们就专心对付柳含香。是。对了，玉印的事办得如何了？已经照太子妃娘娘的吩咐刻好了。很好。如今有了这玉印，我们是时候进行我们的计划。太子妃，怎么这么晚了，你还有空来看哀家呀？其实臣妾早就想来看皇太后您了，但这几日忙，也怕打扰到皇太后您休息。不知皇太后近日身体可好些了？好多了。哎，韩香呢？她没有在这里照顾皇太后您吗？韩香出去查案了。据哀家所知，你跟韩香向来都相处的不好，怎么突然问起她了？那是臣妾过去不懂事，现在回头想想，柳含香为了查案，差点连命都丢了，也就只是为了早日让案子真相大白，她的这份决心与勇气，实在是让人佩服呀。你能这样想，当然是最好了。再加上太子现在也忙于查案，连臣妾也都想关心关心这个案子了。臣妾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皇太后是否能答应？你说。听说皇太后当年赠送以丹格格一枚玉印，臣妾斗胆想瞻仰一下格格遗物。你为什么要看以丹的玉印呢？因为臣妾觉得这枚玉印的事情有些奇怪。既然雪雁是假格格，那这枚玉印又是从何而来呢？是否雪雁与真凶有勾结？这些都应该理清才是。而韩香呢，似乎从不把这条线索当成重点，甚至还刻意忽略掉。听你这么说，玉印这件事确实有蹊跷。太子帮忙调查命案，再加上有时候还要忙皇阿玛交办的事情，早已是分身乏术。如果皇太后同意的话，不如就让臣妾也帮忙分担调查玉印的事情吧。你有这份心意，当然是好啊。印禛若是知道你愿意为他分忧解劳，或许还能增进你与他两人的关系。多谢皇太后应许。
韩香，韩香，在想什么呀？我叫你都没听见。哥太背了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宫里啊？你还说呢，我白天来找过你一次，但是你不在，所以吃过晚饭呢，我就要进宫来找你。你今天跑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还能去哪里啊？当然是去查案了。哦，那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现在已经很晚了，详细的情况我明天再告诉你。对了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派人去通知正亲王，打算明天一早跟你一起去问问正亲王有关这件案子的事情。好啊，那现在你早点回去休息，咱们明天见喽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干嘛叹气嘛？其实呢，我本来想跟你再多聊聊的，不过看你已经累了，罢了，你早点回去睡吧。哎呀，再过几个时辰，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？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那就这样吧，我看着你走。哎呀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好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出宫的时候自己要当心啊。我会的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奴婢参见太子妃娘娘。柳含香，这么晚还去查案啊？是。哼，柳含香，看你还能查多久？你的死期就快到了。这么晚了，太子妃来找皇太后干什么？皇太后，您怎么了？太子妃娘娘走了之后，您就一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哀家是在想，太子妃刚才说的话是有点道理。韩香为何从不去追查玉印的事？韩香参见皇太后。免礼。谢皇太后。你查案查了1天了，查得怎么样？韩香已经理清皇上、皇贵妃和本案的关联，确定了皇上所言不假。那你还查到了什么？据皇上所言，正亲王当年已经知道了以丹格格的下落，所以明天一早，奴婢会和格太贝勒去拜访正亲王，问清楚他为什么当年知道以丹格格的下落，却没有把他接回府中。这一点，哀家也想问问，嫉妒是怎么想的？以丹虽然是未婚怀孕，让她的脸上无光，但始终是她的亲骨肉。她怎么舍得让以丹委身尼姑庵呢？皇太后，您就别难过了。御医说过，要您的心情保持平和，不能太过于激动。哀家明白。明天你就去问个清楚吧。是，请皇太后放心。对了，有件事哀家想问问你，为何你一直不去查玉印这件事呢？难道你不想知道雪雁的玉印是从何而来的？雪雁，她是如何得到玉印的？可能这个答案只有她本人才清楚。皇太后现在已经死无对证了，所以韩香认为还是以理清以丹格格的死因为优先。
您保佑我，早日找到杀害您的凶手。只是，现在线索查到了郑亲王的头上。如果真的是郑亲王杀了您，那韩香作为郑亲王的亲外孙女，又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真是对不住，奴才正在跟王爷练功，吓着贝勒爷了。不要紧。格泰参见郑亲王。韩香拜见郑亲王。免礼。谢王爷。想不到郑亲王老当益壮，身手如此了得，晚辈好生佩服。听说你们今天是为查以丹的案子来的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王爷了。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还提他干什么呀？贝勒爷，韩香姑娘，请用茶。好，多谢。韩香，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很像以丹？是，之前皇太后也曾这么说过。真像啊！昨天贝勒爷派人来传话，说你们要来查以丹的案子。啊，是的。福晋，据皇上所言，当初以丹格格失踪后，约莫过了大半年的时间，皇上曾经把以丹格格的下落告诉了郑亲王。奴婢斗胆想请教王爷，当初为何没有将格格接回府上呢？哼，以丹那么任性，闯下了滔天大祸，此举不但令家族蒙羞，同样也侮辱了烈亲王。他宁肯躲到寺庙，也不愿打到腹中的孩子，我才不去接他呢。何必多此一举？不过他额娘心疼女儿，背着我偷偷去看过她。王爷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去看过以丹？你以为我看不透你的心思啊？那年你说要回娘家探亲，回来后那魂儿都跟丢了一半似的。我当时就觉得奇怪，于是我就找了你的贴身侍女春儿来问话，这我才知道，你居然偷偷的跑去到普寿寺看以丹了。福晋，王爷所说的可是真的？毕竟我们母女一场，叫我怎能不关心她呢？所以，我便瞒着王爷去看她。可是，既然您都见到以丹格格了，为什么不将她带回府中呢？唉，这件事是这样的：当我找到以丹，便对他说，已经找到愿意接纳以丹的蒙古汗王。汗王甚至答应，只要以丹把孩子生下来后送人，就可以嫁给汗王做王妃。但我知道以丹重情，怕他不愿意舍弃肚中的孩子，所以就威胁以丹，
若不答应这门婚事，我就要与他断绝母女关系。没想到，即便我这样的好说歹说，以丹这孩子居然还是拒绝我一片苦心。我当下被以丹伤透了心，所以也就只好黯然回府了。格格，喝点热茶，暖暖身子。快去看看。以丹，额娘，以丹，以丹，跟额娘回去吧。啊！以丹，听额娘的话，跟额娘回去吧。啊！以丹，额娘，以丹，额娘求你回去吧。这孩子，额娘，我哪里知道，那一次我们母女见面，竟然是最后的一面。要是知道以丹会遇害，当初我就是绑，也得把他绑回来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当着外人的面，别哭个没完没了的。福晋，您别难过了。我相信，以丹格格他也不是故意要辜负您一片心意的。你凭什么替以丹说话？你一个外人，你可知道他额娘为他付出了什么？一旦他额娘放下自己堂堂福晋的身份，甚至是没了尊严，为一丹四处奔波，好不容易才求得蒙古汉王这门亲事，但一丹他根本就不领他额娘这份心意。这种不孝的女儿，本王不要也罢。后来一丹死了，他额娘非要去收尸，是我不让她去的，所以才由烈亲王出面葬了她。至今我都没有去她的坟上去看她一眼，我都不让她额娘去。我就是让她在九泉下知道她究竟做错了什么事。可是，以丹格格他都逝去这么久了，难道王爷还是不能原谅他吗？因为一丹死都不敢说出肚子里的孩子他爹是谁，这不是在跟我作对吗？我绝不原谅他。难道王爷不想知道杀害以丹格格的凶手究竟是谁吗？听说被查以丹的案子，这宫里已经有几个人丢了命了，就连你们也是屡次的遭到威胁。听本王一句劝，赶紧收手，免得丢了性命。多谢王爷关心。只是王爷还没有回答格泰的问题。难道王爷不想知道杀害您亲生女儿的凶手是谁吗？人都死了这么久了，还管他凶手是谁啊？告诉你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再提及此事。以丹，到底是谁把你杀了？可怜的孩子。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。陈总管在，做客。是。二位，请吧。告辞。
奴才斗胆，有些话不得不对葛太贝勒说。啊，陈总管不必拘礼，有什么话就直说。王爷这些年来好不容易走出以丹格格的阴霾，今天那也是看在皇上的面子上才应了二位来访。所以奴才希望葛太贝勒和含香姑娘，以后不要为了以丹格格的事儿再来烦王爷了。难道王爷就那么讨厌以丹格格吗？可是当初雪雁冒充格格女儿的时候，王爷跟福晋不也是很开心的进宫相认吗？王爷会这么做，也只是不让福晋伤心而已。毕竟，自己的孙女是无辜的，但王爷对以丹格格的心结之深，那是你们外人难以想象的呀。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女儿，没想到时隔多年，王爷还是不能谅解以丹格格。换作是奴才，若是有这样让家族颜面丢尽的女儿，奴才也一定会亲自处理掉这样的女儿，免得她留在这世上丢人。二位，不送了。韩香，虽然说虎毒不食子，但是今天看郑亲王的反应，我还真开始怀疑这句话了。再加上陈总管那副同仇敌忾的神情，我还真的开始去猜想，会不会郑亲王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才派人去杀害以丹格格？现在既然已经调查到以丹格格的阿玛与额娘身上，就不应该再往下查下去了。这是为何？理由很简单，要是郑亲王是真的凶手的话，那皇太后也不能拿他怎么样。毕竟以丹格格是他的女儿。就算真相真如此，我也要早日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还有，我一定要找出杀害以丹格格的真正凶手。只是，我真心希望凶手不是郑亲王。韩香，方才在郑亲王府，为什么你见到福晋伤心，你好像也变得很激动？人皆有恻隐之心嘛。我是看到身为人母的福晋哭得那么伤心，我就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亲娘。我是被福晋的母爱所感动的。我额娘说的没错，女人真是水做的。哎，你不要老是把你的额娘挂在嘴上。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为上。韩香，怎么了？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觉得好像有人在盯着我看呢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事的，可能是我多心罢了。走吧。葛太贝勒，谢谢你帮我查了一整天案子，辛苦你了。能替你做事情，我高兴都来不及，哪会嫌辛苦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先回房了，一会儿我还要去服侍皇太后呢。好吧，你好好休息，有空我再来找你。嗯。皇太后，臣妾来给您请安了。起来吧，这么早就过来，真是难得呀。那是因为臣妾有个好消息想告诉皇太后，所以今天就特地起了大早。那就坐下来，告诉哀家这好消息。皇太后，之前我不是向你允诺说要调查玉印一案吗？此事已经有眉目了。真的？嗯。那你查出什么来了？皇太后，臣妾想先看看您的玉印，不知可否？好，秀儿，取玉印。是。果真如此。这枚玉印有问题吗？皇太后，这枚玉印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。皇太后，你再仔细看清楚一点。
哀家的眼神大不如从前了，有很多细微之处都看不清楚了，很难分辨真与假呀。皇太后，您看，这枚玉印做工粗糙，光泽尽失，一般人若不仔细看的话，是根本无法察觉的。您看，这还有几处裂痕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秀儿，来替哀家看一下。真如太子妃娘娘所说。哎，果然啊，房间的手艺再好，都比不上咱宫里的私银库呀。你是说，哀家手上拿的玉印是假的了？皇太后，这段时间臣妾始终在宫里查不出什么线索，所以臣妾就派人到市井去调查，居然被臣妾查到数月前有人定做了一枚假玉印，也就是皇太后你手上这枚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，现在宫里头有人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，想要冒充以丹格格的女儿啊。那不是雪雁吗？雪雁如果有能力策划这桩骗局，又怎么会被害枉死呢？所以雪雁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倒霉的替死鬼罢了，根本不足挂齿。我们现在要抓的是至今尚未被揪出来的真正主谋啊！那你查到主谋是谁了吗？查是查到了，但是那个人很受皇上的恩宠，是当前宫里头的红人，臣妾实在不敢说呀。你尽管放心，无论是谁，哀家一定要他付出代价。那个主谋就是柳含香。含香？含香，快开门！奴婢参见皇太后。柳含香，见到本宫不会请安吗？奴婢参见太子妃娘娘。珠儿，给我搜。是。敢问太子妃娘娘，何故要搜查含香的房间呢？哀家也不想见到这种情形，但是事出必有因，你先等等。娘娘，玉印找到了。这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呢？望哀家一向都这么信任你，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，你实在太令哀家伤心了。皇太后，奴婢真的不知道这枚玉印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面。柳含香，你就别再装了。本宫手上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，待会儿审问的时候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还怎么申冤。珠儿，我去把公公叫进来，把罪犯柳含香押入大牢，等候审判。是。
禀皇上、皇太后、太子妃娘娘，皇太后手上的这枚玉印的确是伪造的，而在柳寒香房内找到的这枚玉印才是真的。想不到哀家居然被一个奴婢给耍弄了。皇阿玛，现在真相已经大白。据我推测，柳寒香之所以愿意揽下查案之事，就是想左右案情，好蒙蔽事实的真相，还请皇阿玛明察。这个柳寒香实在太可恶了，竟然连朕都敢欺骗。小木子，奴才在。立刻带柳寒香到乾清宫，朕要亲自审问。这。皇上，柳寒香，朕原以为你自愿查案是想查明真相，没想到你竟然是罪魁祸首。如今罪证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皇上，奴婢是冤枉的，甚至到现在，奴婢还是一头雾水，完全不知道奴婢的房间里面为什么会有玉印。住口！柳寒香，你休想狡辩。皇阿玛，此事儿臣已经查得非常清楚，请允许儿臣将柳寒香的罪行一一揭露。好，你快说吧。是。自从以丹格格死后，这玉印也就跟着失踪了。我们原本以为以丹格格死后会将玉印托付给他的亲生女儿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狡猾的凶手害死以丹格格之后，因为不确定这玉印的用途，便将玉印留在了身边。多年之后，柳寒香她却凭中选，成为了新的秀魁，凶手便收买了她，另外做了一枚假的玉印交给柳寒香，让她拿进宫，以试探这玉印的用途。虽然你的推理都有可能，但是为什么凶手事隔这么多年，到现在才来动玉印的脑筋呢？以丹格格才刚亡故，若玉印立即出现，那持有之人必定会被怀疑就是凶手。更何况凶手根本不知道玉印的用途，如此一来，他就只能默默地等待机会。你胡说！太子妃，你为何要陷害奴婢？大胆贱奴！本宫说话岂有你插嘴的余地？王公公，给我掌嘴！这太子妃，继续说。是。柳寒香进了司仪库之后，想方设法终于获取同司库的信任，但他却发现同司库对玉印之事并不知情，因此奸诈的柳寒香假借寻找灵感的名义，跟着同司库去私银库调查玉印的来源。这一查，方知这玉印是当年皇太后赠予以丹格格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柳寒香确信皇太后见过此玉印，定会以为持有者是以丹格格的后代。贪婪的柳寒香为了得到更多的酬金，就把此事向凶手一一说明。凶手大喜，便将真的玉印交给柳寒香，让她冒充格格。只不过此事却被雪雁给发现了，于是呢，雪雁趁柳寒香不注意的时候偷了玉印，没想到偷的却是假玉印，便以此冒充以丹格格的女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皇太后手中的玉印是伪造品的缘故，而雪雁的死，也就是因为寒香不满雪雁，取而代之，这才恼羞成怒，痛下杀手。不过，当雪雁被杀害的同时，寒香是跪在方清池外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寒香又如何杀雪雁呢？皇阿玛，若凶手早就知道雪雁当天会死，却又害怕怀疑到自己头上，
那他会怎么做呢？当然是想办法捏造自己不在场的证明了。是的，所以韩香就事先挑衅雪雁，故意让雪雁刁难他，那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跪在方清池外。事实上，柳寒香早就跟杀害以丹格格的凶手里应外合，密谋了这场密室杀人案件。韩香，太子妃说的这些，你可承认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皇上，奴婢可以发誓，雪雁的死真的与奴婢无关啊！柳寒香，你若不是杀害冷雪雁的幕后真凶，那玉印又怎么会在你的房里搜查出来呢？这分明就是你不甘心雪雁捷足先登，又因为玉印已然曝光，这才将玉印藏在自己的房间里面。皇上，奴婢就是向天借胆，也不会做出如此狠毒的事情。皇上，韩香真的不知道，太子妃她为什么要陷奴婢于不义？柳寒香，你莫要说本宫冤枉你。老实告诉你吧，我有人证可以证实你与凶手接触过。王公公，把证人带上来吧。这。木儿，大家都在刺绣呢，你叫得这么大声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让大家分神的？方才我去皇贵妃娘娘那里送衣服，正巧听到乾清宫里的几个公公在谈话，他们说太子妃娘娘和皇太后在韩香的房间里发现了玉印，还说她是杀害雪雁的凶手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呢？那韩香现在在哪儿呢？听说韩香被带到了乾清宫，正由皇上亲自审问呢。草民王尧民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汪老板，你之前对本宫说过，这枚玉印是你做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汪老板，你的证词事关重大，为了慎重起见，你最好仔细瞧一瞧。草民可以肯定，这枚玉印确实出自于草民之手。那好，本宫再问你，你可否记得是谁要你做这枚玉印的？草民记得那位客人的模样十分神秘，每次到草民的店里来，总是戴着面罩。不过，草民倒是看见一名女子与蒙面人有所接触。那你可还记得那名女子的长相？草民当然记得。那你看看在场的众人，那名女子是否在此？是。就是她。不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可看清楚了？草民看得很清楚，不会错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跟你素昧平生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柳寒香，玉印在你的房间里找到，如今又有证人指认你与蒙面杀手有勾结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还不速速从实招来！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童子库，参见贝勒爷。快免礼！我刚得到消息，说韩香涉及杀害冷雪雁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听说皇上现在正在乾清宫审问韩香，所以我现在正准备赶过去呢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柳寒香，你老实跟朕说，杀害以丹格格的真凶究竟是谁呀？奴婢不知道，奴婢真的不知道啊！
太子妃娘娘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，奴婢不可能勾结凶手的，不可能。柳含香，事到如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容不得你狡辩。皇阿玛，既然柳含香不肯说出实情，臣妾倒是有一计可以引出真凶。什么办法？横竖柳含香都是死罪，不如趁机会昭告天下，将柳含香押至房间菜市口，斩首示众。届时，真正的凶手一定会出现，来救出同伙柳含香。只要我们在周围布下禁军，肯定可以抓到那个真凶。皇额娘可有意见？之前是雪雁欺骗哀家，现在韩香又在说谎。哀家已经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，谁说的是假话了。皇上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哀家没有意见。既然皇额娘也没意见，那就依太子妃所言，3日后将柳含香押至房间的菜市口斩首示众。来人，将柳含香押入大牢。这不，皇上，奴婢是冤枉的。皇太后，奴婢是冤枉的。不，皇上，皇上。皇太后，含香不可能骗你们的，含香不会撒谎的。皇上，奴婢冤枉啊！含香，含香，别理。王公公，含香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要押她走啊？回贝勒爷，经太子妃娘娘查证，这柳含香与杀害以丹格格的凶手勾结，试图假冒以丹格格的女儿欺瞒皇室，同时还涉及杀害冷雪雁一案。皇上已经下令，3日后要将柳含香带至菜市口，将她斩首示众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太子妃竟然这样诬陷含香，实在是太荒谬了。佟思库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葛太贝勒，这不是事实，这真的不是事实啊！我知道了。皇上，含香是冤枉的，请明察啊，皇上。佟思库，别喊了，皇上金口一开，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。即刻把柳含香押走。这不，含香，佟思库，葛太贝勒，含香，含香，佟思库，救我啊！皇上，含香是以丹格格的亲生女儿啊！皇阿玛，您不要听佟思库胡言乱语，他为了救人，什么谎话都说得出口。佟思库一向言行谨慎，不会乱说话。皇上啊，不如听听他的说法。佟思库，刚刚你为何说柳含香是以丹格格的亲生女儿？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？回皇上，奴婢曾经送过一对玉蝴蝶给以丹格格，后来含香进宫没多久，奴婢竟在含香身上看见其中一只玉蝴蝶，于是乎就对含香的身世起了疑心。后来，奴婢找到了含香的爹娘，确认了含香就是当年以丹格格所生的孩子。佟思库，我这只玉蝴蝶和含香身上的玉蝴蝶，都是出自你手。没错，贝勒爷。当我知道你身上也有这只玉蝴蝶的时候，我和含香曾经都怀疑过，你和她会不会是孪生兄妹。直到最后才知道，你竟然足足大含香1年，才确定原来你们2个并非孪生兄妹。至于你身上这只玉蝴蝶，有可能就是当年以丹格格送给列亲王的，王爷再转送给你。难怪有一阵子，含香故意疏远我，而佟思库，你也要我与含香别再来往。是因为奴婢担心杀害以丹格格的凶手会找上含香，所以才将含香的身世隐瞒到现在。皇上，既然含香是以丹格格的亲生女儿，又怎么可能跟杀害以丹格格的凶手是同伙呢？皇上，请明察。
皇阿玛，佟思库跟葛太贝勒还有柳含香素来交好，这些说不准都是佟思库编排出来的。毕竟那个玉蝴蝶是不是以丹格格贴身之物，谁都没有见过，怎能当真呢？谁说的？只要等我阿玛回来，就可以证明这只玉蝴蝶是以丹格格的遗物。可你阿玛去了江南，就算派兵传书，要他连夜赶路回京，这一来一往的，也得要花上3、5天的功夫啊。佟司库，你还有没有其他证据，证明韩香是以丹格格的女儿啊？回皇太后，原本是有玉印为证的，但是玉印已经被冷雪燕偷走了，所以你没有其他证据了是吧？那就代表从头到尾都是你为了救柳含香，口不择言，胡言乱语。不，皇上，奴婢可以用性命做担保，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绝对全部属实。皇上，依哀家看来，不如把韩香的爹娘召来问话，那就可以知道佟司库所言是真是假了。皇额娘说的是，小木子，奴才在。明日将柳含香的爹娘召来宫中，朕要证实柳含香的身世。这。参见葛太贝勒。参见葛太贝勒。免礼。贝勒爷。曹提督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贝勒爷，皇上再三吩咐，不准任何人探监，还请贝勒爷回去吧。可否请曹提督通融一下？你看，佟司库，还有司仪库的众秀女都来了，他们就是来看韩香的。不是卑职不愿意通融，而是这个案子事关重大，皇上再三叮嘱，不准任何人探监，请贝勒爷不要让卑职难做。不行，我今天非要见到韩香不可。韩香，韩香，我看你了，韩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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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葛太，葛太，葛太，韩香，韩香，葛太贝勒，请自重，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。贝勒爷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等明天韩香的爹娘来了，我们就可以证实韩香是以丹格格的亲生女儿了。现在也只能如此了。韩香，你不要怕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乌兰姐，墨儿，川主，是韩香，韩香，是韩香，韩香，谢谢你们相信我，谢谢。韩香，韩香，韩香，韩香已经听到我们的声音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贝勒爷，请回吧。先回去。佟司库，太子妃娘娘的衣服破了，指明要春竹去帮她修补。郡主，你别去啊！太子妃娘娘已经害得韩香进大牢了，她叫你去，肯定没安好心。春竹，你敢不去？你想抗命吗？春竹，你是韩香最好的姐妹，你要去了的话，怎么对得起韩香啊？是啊，春竹，你千万不能去，千万不能去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乌兰啊，你不要再意气用事了。太子妃怪罪下来，谁担当得起啊？春竹，你快点跟珠儿去吧，别让太子妃娘娘久等了。是。儿臣参见皇阿玛。
皇上，微臣已经安排好了。都起来吧。谢皇阿玛。花阿玛，这阵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您不是儿臣来官审黑衣人的吗？这也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啊。胤禛，莫急。韩香，你可以出来了。韩香，你没有死啊？皇阿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别急，朕现在就告诉你们。当初朕听闻太子妃从韩香房里搜出玉印，指证韩香是杀害雪雁的凶手，但朕比照了太子妃和韩香的说辞，仍对这事儿感到怀疑。后来，当韩香说出自己的身世，表明绝不可能与杀害以丹的凶手勾结，此举更让朕十分在意。于是朕下了道谕旨，让所有人不准到牢里探监，并决定夜审韩香。奴婢参见皇上。皇上，韩香真的是冤枉的，还请皇上多给我一点时间，证明自己的身世，还韩香一个清白。请皇上明察。韩香的确是以丹格格的女儿，那个玉印，还有玉蝴蝶，也是从小我娘留给我的。后来，韩香进宫营后，被童司库发现了玉蝴蝶，童司库就告诉了我的身世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玉印就被雪雁给偷走了。他冒认了我的身份，可是童司库害怕我被人追杀，所以就不让我讲出身世之谜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太子妃娘娘她就把这玉印藏在了我的房间，就此来冤枉我。皇上，依微臣之见，不如滴血认亲，如此方能真相大白。韩香依然坚持说自己是以丹的女儿，在御医的谏言下，朕决定滴血认亲。想不到，韩香真是朕的血脉。皇上。什么？韩香真的是皇阿玛的女儿？这还能有假吗？那韩香，岂不成我妹妹了？太子妃，你刻意栽赃韩香，她差点就因你而丢了性命。
现在你可知罪？皇阿玛，那个玉印确实是从韩香的房间里搜出来的，我是看到了证据，我才推断他图谋不轨。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，求皇阿玛明察，儿臣是无辜的。住口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曹提督带人犯。这。殿下，殿下。皇上，人犯已带到。罪罪拜见皇上。韩香，太好了，你没死。大胆！戴罪之身还敢放肆？太子妃，他们3人全部招供，说你绑架他们的家眷，好威胁他们为自己所用，让他们对韩香诬赖陷害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皇阿玛，儿臣。珠儿。皇上饶命啊！奴婢也是被太子妃娘娘给逼的。珠儿你，太子妃，现在所有人指证你，你还不承认？皇阿玛，儿臣知罪，请您再给儿臣一次机会吧。到现在才知道反悔，不觉得太迟了吗？太子殿下，您救救我吧！看在咱俩的情分上，您救救我吧！还敢求本太子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那还不是因为你？要不是你如此痴迷韩香，我为什么会陷害他呢？你还敢狡辩？够了，太子妃，你犯下如此恶行，还想推诿卸责，简直是有失体统。将来胤禛做一国之君，你如何母仪天下？更遑论成为嫔妃的表率。皇阿玛，儿臣知错，求皇阿玛饶命啊！朕可饶你一死，但今后你就搬入寿安宫，用你的余生好好的反省，终生不得离开寿安宫一步。那我岂不是要老死在寿安宫里？至于珠儿，你见太子妃铸下大祸，非但不善加规劝，反而兴风作浪。朕就罚你陪太子妃关入寿安宫，一样终生不得出宫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胤禛，你对朕的处置可有异议？儿臣不敢，一切都依皇阿玛处置。曹提督，把太子妃跟珠儿都押下去吧。这。皇阿玛，来人，皇阿玛，把人押下去。儿臣知错了，皇阿玛，儿臣不要去寿安宫。皇阿玛开恩呐！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阿玛开恩呐！至于你们3人，虽受太子妃的威胁，但同时也受到金钱的诱惑，虽罪不至死，但也要付出代价。朕就判你们3人各罚20大板，小惩大戒。谢皇上开恩。皇阿玛，儿臣有一事不明。何事不明？说吧。既然皇阿玛已经认清了韩香的身份，为什么还要判她绞刑呢？而韩香明明受了绞刑，为什么还好端端的活着？这都是韩香的主意，其目的就是要把幕后的真凶给揪出来。当时柳韩香认为，此案经他追查了许久，却还是无法查出黑衣人的身份，但与此案相关的人等却都已经洗刷了嫌疑。即便韩香恢复了公主的身份，亦对查案也无太大帮助。朕听过韩香的主意之后，虽然觉得太过冒险，但在韩香的坚持之下，只好令行刑手在韩香绞刑时，事先在她的面罩下放了一个铁颈环，好保护韩香免去勒喉之苦。
只要韩香做样子，所有的人都会误以为韩香真的死了。所以韩香伏法之后，宫中就有韩香鬼魂出没的传言，这也是朕所允许的。如此的大费周章，其目的就是要把真凶给引出来。当时朕还担心黑衣人不会上当，却万万没想到，黑衣人竟会是塔尔。曹提督，带列前往。这，皇上。阿玛，你肯定不是黑衣人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是不是？再说黑衣人武功那么高强，根本不像您平时的拳脚，更何况阿玛身体一直都不好。阿玛，您快点说呀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阿玛一直都没病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隐藏我高强的武功，就是怕人怀疑。没想到，塔尔，朕问你，21年前以丹格格被杀一案，可就是你所为？皇上，事到如今，臣亦无话可说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认罪了？塔尔，你与以丹情感之深，为何会对他痛下毒手啊？因为我恨以丹。当年我和以丹情投意合，已经论及婚嫁，不料以丹他竟突然悔婚，让我备受打击。以丹，以丹啊，你别对我这么绝情好不好？有什么话开门说清楚啊！我一直站在正亲王府外等待他给我一个交代，他却置之不理。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他，却全被以丹退了回来。这让我更加好奇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，让以丹在一夜之间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弃我于不顾？而在以丹离家出走之后，我便四处找他。以丹不辞而别。无论我怎么找，都找不到他。我都快要放弃了，没想到，却在偶然之间，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。有次进宫，我经过红衣阁外，意外听到静妃与皇贵妃的交谈。参见皇贵妃娘娘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，以丹格格捎给我一封信，您看看。说是以丹写了封信给他，于是我便找机会到静妃的寝宫，偷偷查看那封信，这才得知以丹就躲在普寿寺。所以，
我便忍痛杀了一丹。格格，来喝点补汤吧。嗯。一丹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何苦啊你？后来得知雪雁就是以丹的女儿的时候，我心里的恨意再次涌现。想不到这么多年，我还是放不下这件事。但我一想到雪雁是以丹和别的男人所生，我就忍不住想报复，于是我就动手杀死了雪雁。后来，韩香奉命查案，我怕雪雁和以丹的事会东窗事发，于是我就阻止他查案。再后来，当他查到宣妃头上，还扯出以丹之事的时候，我怕宣妃抵死不认，才将他佯装成畏罪自杀。心想，如此便可了结此事。王爷，
之前您曾不小心误食了韩香家乡的黑独菇，现在看来应该也不是个意外。因为我一直都在追查你丹女儿的下落，所以我经常去普寿寺附近，想找出点蛛丝马迹，有时会在那儿多留几天。那次是我一时大意，才会误食了黑独菇。阿玛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糊涂？亏你平时常教导孩儿要学些圣贤之道，但你自己却一错再错，连韩香你都不肯放过。亲手杀死一丹，是我心里永远的痛。但是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我心里反倒觉得轻松了。虽然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一丹生了谁的孩子，但这么多年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想再追究下去了。这些恩恩怨怨在我心头积压了20余年，我早已感到厌烦，也是时候放下了。皇上，塔尔恶贯满盈，早已天地不容，求皇上将我处斩，还一丹、雪雁、宣妃他们一个公道，也让我图个解脱吧。皇上，我阿玛虽然犯下很多重罪，但是请皇上体恤我阿玛，因为突逢大变，以致心头的仇恨蒙蔽了自己，铸成大错。就请看在我阿玛为大清立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份上，请皇上法外开恩，饶我阿玛一命。胎儿，不必如此，阿玛心意已决。阿玛，你不能死。阿玛一身罪孽，已经无药可救，你有这份心就够了。求皇上成全！不要！求皇上开恩！塔儿该怎么判？判什么罪？让朕再好好想想。曹提督，末将在。将烈亲王先押入大牢，听候朕的旨意。这，来人，把人犯带走。这。真没想到韩香居然是公主。就是啊，我们司仪库居然出了个公主，而且我们还曾经与公主同室同睡，还是好姐妹呢。是啊，我们可真有福气。是公主。是啊。哇，韩香，你穿上这身公主服真是太美了。那是当然了，我们韩香公主永远是最美的。春竹，你刚才又吃冰糖葫芦了吧？嘴巴这么甜。春竹啊，她说的没错。韩香啊，哦不，应该叫公主才对。以后你的衣袍就交给我们司仪库了。哎，或是交给我们御锦绣房也行啊。我们御锦绣房的手艺可不输给司仪库。哎，蓉姐你啊，你外头的生意都忙不过来，难道还要做我们宫中的生意啊？嗨，怎么了？我就愿意公主这贵客到我们御锦绣房来，不可以啊？哎，蓉姐，好了好了，蓉姨、佟司库，你们从年轻吵到现在，还不肯罢休啊？蓉姨只是开开玩笑罢了。我和你蓉姨呀，成天都这样斗嘴的。太后到！哎呀，你们好热闹啊，好开心呐！参见皇太后。起来，起来。谢谢皇太后。哎呀，真漂亮啊！哎，皇太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这些都是妃子和大臣送给你的，晚点儿他们还会一一过来看你的。啊，那韩香不得一整天都待在皇宫里面见客人吗？皇太后，要不然推掉他们好不好？不行，
大家重视你才会来看你，这是皇宫里该有的规矩。你现在呀，已经贵为公主了，还得早日习惯这些宫中的礼节，不能推脱，知道吗？是，韩香知道啦。哎。